关心多线几乎成了女性的一个婚姻魔咒。那关系旺的话，如果你身强，很多男人给你钱啊。像又是身弱的话，就有点适得其反。他自己很弱，官来克身，这个男的骗他，那个男的骗他吧。克夫和多夫就是两回事，克夫和恶夫它又是两回事。身旺、三官旺、官弱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克夫之下。那这种情况下怎么避免呢？避免不了啊，普通人是避免不了的啊。如果你找先生的话，可以帮你避免。元丰地中，起盘的真的是虚见害是天罗地网，宜臣脱俗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道元观觉的频道，我是安南。大家好，我是调研。赵阳老师，那其实，在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个命理圈里面，关心多线几乎成了女性的一个婚姻魔咒。但是我最近听到一个比较颠覆性的一个观点，就是关心多线其实并不是克夫，反而是异性缘好加咱们这个事业开挂的一个标志。那离婚呢，只是因为普通男人配不上她。那先生怎么去理解这种挑战传统命理铁律的这种情况呢？其实实际上呢，在过去我们讲本质上是男权社会的。男权社会它都会有什么？比如说重男轻女，会有什么性别歧视？是。那么古代的关心呢，就代表着丈夫，就代表自己的老公。所以女性那个时候呢就没有独立的人格，所以关心多就被污名化为什么？比如说你多夫，或者是一个人不贞洁，有很多的老公。但现代的八字体系之中呢，第一代表了伴侣，第二个代表了什么？事业名利、机遇，还有社会地位。关心多线，说明呢这个命主自带连接这个优质资源的气场。对，它不只是说代表老公，它可以代表事业嘛，代表名利。我刚刚讲的当官，从政，它一定是关心旺的。对，关心多，那当然意味着他更多的选择嘛，是吧？对，可能有的人第一任老公不好，可能第二任老公呢就非常非常的好。但是如果你要了解先生的八字理论的话，你都要知道，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神煞，那比如说我们的关心，你要知道还是要按自己的八字命理，比如说你是身强，还是身弱，比如说身强官弱，还是身弱官强，或者说身强官强，或者是身弱官弱，它其实实际上的都是有区别的。它克夫和多夫又是两回事，克夫和恶夫它又是两回事。那就请道元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一下他们的具体的一个区别。他八字很弱，关心很旺，怎么能够克得到夫呢？就克不到夫嘛。他就容易有多重选择，容易摇摆。他自己很弱，官来克身，那怎么能自己有选择？自己没有选择。所以你看，很多的女性在婚姻这个过程之中，很多人是没有自己的自主权的。对，你就会判断他，你的婚事是你父母做主，你的长辈做主，因为官又代表管。关心旺的话，就代表你的婚姻不能自己做主。那么你在走到你的大运里面、流年里面以后，你的自身强了，有印来生自身了，那么和那个官星形成了制衡，就官印相生了。那么有印去什么？去补自己的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女孩子就突然有了选择性，有话语权了，她有了话语权了，她就选择一个更优质的男人，所以你会判断她你有二婚，那么第二段婚姻会比前一段婚姻要好，它是根据大运流年来匹配的。那刚刚道元老师差不多讲了一些关于二婚的一个现象嘛，然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关于克夫的这个看法。除了关系以外，突然还有一个词叫三官。三官见官，其后北端。如果官星弱，三官比较强，那么三官是来克官的，那这个女人她是个三官格，身旺，三官旺，官弱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克夫之下，形式上面表现是怎么样呢？就比如说，一个女孩子三官旺，代表她性格上面她就比较强势啊，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啊，也不服管教啊。三官本来就是个逆鳞啊，压制自己的老公的话，那你想，老公的话情绪肯定就不太好了，那久而久之可能就会影响身体了，久而久之他的寿命也会减少了。我们中国人讲，这个娶妻莫娶三官女，嫁夫莫嫁劫财男。对就是这个有听过，就是我们八字里面就有这个谚语了。所以三官格，它其实实际上才是克夫。如果没有财星在的话，
三观第一件事情它就要客观，有财星的话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？身材。因为我们的八字命理体系里面它是什么？贪生旺克的。那么三官格如果见到印，它也不会客观，因为三官配印，代表他可以做老板。那么官印又相生，还会助老公成才。对你还有比如说有的这个女命里面，她官星复现，有天干酉，地支也藏，她的婚姻不好，她可能跟另外一个女人一起和一个男人在一起。赵老师，我还听说过一个说法，就是如果说是伤官格，喜见七杀，但是不宜见正官。三官见煞嘛，它也是可以的。三官其实来治官的，但三官见官呢又是祸害。对。但是三官见煞，它就会好一点点。明白了。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八字体系还是不能说以单拎一个格局出来，就说克夫啊、二婚啊这些，我们都是要结合总体的八字的情况来看的。对的，我们打开一个女人的八字，说这个客户她的官星在衰病时木绝，就是做的那个对是要长生位。然后呢，在你的大运里面又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比如说你走运程的时候，然后的话你冲开她的木库啊，能夫星入木，那夫星入木就代表这个老公会不在，或者是离婚，生离死别啊，就生离死别，就这样子的。那其实像现实生活中，像王菲啊、杨幂这样的女性，其实多数都是官星多线以及伤官透干的。那其实她们的事业上面却活得很好。其实三官其实实际上是搞钱的，很厉害的一个神煞。第一件目的就是生财的，所以就比如说，像王菲，是，然后她官星也旺。对，三官也旺，对，他财肯定也旺，他三官能生财，那么官星就不太重要，他不是感情最重要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追求心灵层面的东西，对，你看他在每一段感情里面，他都抽离得很快，所以你看王菲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因为哪个男人就放弃自己的事业，是，他跟这个窦唯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还是天后，跟谢霆锋在一起是天后，跟李亚鹏在一起还是天后，对，他并没有克夫啊。窦唯也不是说很惨了，是吧？李亚鹏现在又翻身了，谢霆锋依然也很好，对不对？是。所以就是你看，三官生了财以后，他就是事业为重，情感就不是那么重要了。你可以说他是二婚的命，但你不能说他是个苦命。那如果说没有像他们那么成功的事业的情况下，八字里面又有官星多线的女性来说的话，应该如何打破这个二婚命的这个焦虑呢？那官星旺的话，如果你身强，很多男人给你钱啊。我们国内现在有一个网红嘛，叫魏雪，你听过没？听过。第一个老公给她分了好多个亿吧？是很多钱。对啊，第二个然后呢就不是谈了一个上海的后上王秦凤嘛，对不对？好像也是给她分了很多钱，后面8亿嘛，是吧？对。怀孕了不告诉秦凤，然后他妈生了孩子以后，我跟你讲，生了孩子以后，然后的话，这你儿子你要不要？你要给8亿，不要的话我带走。他还是给了8亿。那给了8亿，把孩子带走了。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又是身弱的话，就有点适得其反。那这种情况下身弱的话，就是这个男的骗他，那个男的骗他嘛。对啊，那这种情况下怎么避免呢？避免不了啊。就是就普通人是避免不了的哈。如果你找先生的话，可以帮你避免，对，因为他要以印帮身，对吧？要扶身。比如说有的女孩子在谈恋爱的过程中，她八字身弱，她官星旺，她就一段感情是渣男，两段感情是渣男，是对，她还愿意给男人花钱。哎呀。真是，但他有一天他身强了，比如说他大运里面走强了，走印运，走比肩运，来比肩帮身，来以印来帮身的情况下面呢，他就会取得什么情况呢？官就不是来伤害他了，官就是来帮他的，也就是男人出现就会赚很多的钱。那如果说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有同样的困扰的话，也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 WhatsApp， 去联系我们的道阳老师，帮大家量身选择一个比较适合去婚嫁呀、谈恋爱的一个日子。对，首先我跟大家讲哈，就是我们的女性朋友，我们看到官星旺，或者是我们官星弱，或者是我们命中无官，或者我们是伤官，这些问题对你们来看，它都是很大的问题。但对于先生来讲，这都不是太问题。三官旺，对吧？我们的三官去配印，让三官去生财。官星弱，我们什么？要以财来生这个官，把官星变旺。那么官太旺而无智，那我们可以什么？要补自己的身，或者是说让官去生印。这些都是化解的这些方法，但是具体怎么去针对个案，那么的话就要联系我的小助理了。然后的话，如果你想嫁得好，对，如果你想你的婚姻顺利，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克夫，是不是二婚，是不是多婚，或者说在目前有很多选择啊，不知道选择哪一个，
都可以去联系我们大元老师。对，或者是说，哎，这个男孩子也是关心，那个男孩子也是关心，你在这个过程中，你选择哪一个，怎么去择偶，对，都可以来找先生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也喜欢这一期的节目的话，欢迎给我们多留言、多互动，关注我们道元观觉频道。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，感谢道元老师，也感谢屏幕前的观众们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下期再见，拜拜拜。